我们已经查了这么多资料，可一点都查不到关于乔丽的任何线索。是啊，乔丽每次都把所有的事情交给自己底下的人来干。现在即使我们找到证据，也没法对她进行责任追究啊。 喂，乔总。魏玲啊，我听说这2天一直有人在追查姚氏上市失败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吗？没有。不管这些人是谁，他们显然没有弄清楚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狡兔3窟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还会犯这些低级的错误，让别人抓住把柄吗？ 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。明天早晨，婚礼就要开始了。你是瑶瑶的好姐妹，你一定要记得过来，否则的话，瑶瑶会不高兴的。啊？明天的婚礼，你会去参加吗？ 喂，好的，我在家，你现在过来吧。怎么了？君莫要把瑶瑶送过来，想让我陪她一下。怎么了，哥？你们来了。君莫，瑶瑶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君莫怎么了？把你大门钥匙给我。你要钥匙干嘛？别问了，赶快给我。哥，你干嘛？你把钥匙给我！你们这是……你们到底在干嘛？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别过来！你们都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跳下去！瑶瑶，你干嘛？瑶瑶，瑶瑶，你在干嘛？哥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要把我关起来，这样我就不能去参加婚礼了。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无论你怎么阻拦我，我都是会去的。刚才我在家就是跳窗走的，你现在要是把我锁起来，我还是会跳窗走的。不要！你疯了，很危险的。我说你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别闹了，赶快下来。哥，我知道你特别心疼我，对于你来说，我就是最重要的人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千羽对于我来说，也是最重要的人。你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去嫁给乔丽，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拯救千羽。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有用的、没用的、聪明的、笨的，一切我都会去试一试。君莫，你下来吧，晚上好好休息。婚礼上不能没有家人。明天我陪你一同出席婚礼。君莫。
下来好不好？瑶瑶，累了吧？快休息吧。维林，你明天会去参加我的婚礼吗？我知道，你一定觉得我刚才很傻，对吧？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最爱的那个故事吗？小美人鱼爱上了王子，宁愿向女巫献出最美丽的鱼尾，也要变成人类，和王子生活在一起。可是王子爱上了另外一个公主，没有王子的爱，小美人鱼很快就会死掉。于是女巫就给了小美人鱼一把锋利的尖刀，让她插进王子的心脏。可是小美人鱼没有那样做，她牺牲了自己，变成了一串泡沫飞走了。或许对于你们来说，小美人鱼的故事是一个悲剧，可是她的生命虽然短暂，却用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去爱那个王子。那么她这一生就不会再有遗憾了。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幸福就是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。可是对我来说，用尽我自己的一切，只要让心爱的人过得幸福平安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千羽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你知道瑶瑶为你付出的这一切吗？威廉，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了？如果长大后的我们又像小时候一样喜欢上同一样东西，怎么办？瑶瑶，你知道吗？家人对我来说最重要，而瑶瑶你就是我的家人。乔总事业有成，现在又添娇妻，哎呀，衷心的祝福乔总啊！好，恭喜乔总！感谢光临，感谢光临。您说说感受吧。感受嘛，那当然是很幸福的了。恭喜啊！哎呀，谢谢谢谢啊！谢谢。好了，威林，谢谢你今天来陪我。瑶瑶，我知道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但现在婚礼还没有开始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可以陪你离开。你现在可是在鼓励未来的老板娘逃婚哦。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别说了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
我们不照张合照就可惜了。来，心意。瑶瑶，心怡知道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千羽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相信，千羽他一定不想看到你为他牺牲这么多。瑶瑶，趁现在婚礼还没开始，你赶快跟我走，还来得及，好吗？心怡，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跟千羽没关系，并且乔丽也已经履行了承诺，将赔偿金打给了陈氏。我知道您心疼我，可是我不能做出临时反悔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心怡。您好，姚小姐，请您出来准备。好的。你站住！瑶瑶她不知道，但是你比谁都清楚，到底是谁把她逼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以前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无知的小孩。但是今天，我承认看错了你。你为了要夺回恒盛，竟然连自己最好的姐妹、最好的朋友、一辈子的幸福，你都忍心让她牺牲，为你牺牲。胡董事长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进去了。你怎么这么傻？
请一对新人相对而立。乔丽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以丈夫的名义照顾瑶瑶小姐一生一世？不论贫穷或者富贵，健康或者疾病，都始终如一的爱她，尊重她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瑶瑶小姐，你是否愿意以妻子的名义和乔丽先生共度一生？你是否愿意永远爱他、尊重他、始终如一、不离不弃？你愿意吗？他不愿意。乔总，胡总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来总比不来好。乔总，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，你怎么能忘记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？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。各位朋友们，这位女士是王瑶女士，乔总的前妻。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乔总，您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这么重要的家人，怎么可以不出场？乔丽，别来无恙。你来了。当年我们离婚的时候，你说你不会再爱上任何人，也不会再结婚了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参加不上你的婚礼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。想必这姚小姐的魅力非比寻常啊。胡总，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一位重要的客人。啊，请先就坐，等仪式结束以后，我亲自过去敬酒。我们继续。我的第二份礼物还没有送呢，乔总何必如此心急呢？前一段时间，我去了新加坡，谈下了一笔投资，所以我现在正式跟大家宣布，恒盛集团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。我们会继续开发古铜这块地皮，还会在新加坡开发全新的数字公寓项目。乔总，真的非常感谢您雪中送炭，在我们恒盛最难熬的时候帮我们渡过难关。所以我准备了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当做对乔总的回报。这是一张银行的转账记录，之前乔总带我们付给陈氏集团的赔款。我连本带利加20%的利息，通通打到这个账户里。乔总，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恒盛所付出的所有心血，我在这里深表感谢。胡总。你这份贺礼可太贵重了，在当时我出手相救的时候，可没有想到要回报。乔总可能不需要回报，但是我可要跟你换取一样东西。这位美丽的新娘，可能就跟你无缘了。
我真是像演电影一样。我以前只在电影里面看过桃花，居然没想过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现在觉得，我就像罗马假日里的奥黛丽·赫本。小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这2天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走！瑶瑶，撑着点！乔总，刚刚发生的事情很出乎意料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仪式都还没有进行，你有充分的时间，好好的想一想，怎样面对后面的事情。哦，看那些激动的媒体朋友们，他们都把乔总您的婚礼当成了此地一件盛事来看，肯定是要大做文章了。真是可惜，原本是一段佳话，可惜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。董事长，慢点。早就警告过你，现在自己亲眼看见了吧？知道瑶瑶在千羽心中的位置了吧？不要再对恒盛打什么坏主意。首先，一定好好的处理一下你老板的事情，处理的不好，说不定连你在环球的立足之地都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乔总，胡总今天突然来到了现场，并且带走了您的新娘，这不是摆明了和您有过节吗？乔总，外界传闻瑶瑶小姐和您的婚事牵扯商业利益，胡总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否可以证实这件事呢？恒盛和环球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呢？诸位啊，诸位，今天的确是事发突然，可能是我想的有点不周到，缺乏跟姚小姐的充分沟通，也让胡总产生了误会。总之，错都在我身上，一切责任我来负。所以，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失陪了。乔总，哎，乔丽，也不要太难过了，以后有时间也可以约我出来吃吃饭，我们也好叙叙旧情啊。王柔女士，您对今天的事情怎么看呢？您为什么会来到现场呢？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好了，别难过了，维玲。我相信千羽这么做，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瑶瑶不需要嫁给乔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千羽找回来，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的。林小姐，乔总在那边等您，请您过去一趟。请。哼，胡鑫和胡千羽欺人太甚，竟然在我的婚礼现场把新娘子给抢走了，让我沦为所有人的笑柄。我得让他们知道，我乔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北玲啊，是时候该你表示对环球的忠心了。明天，你就代表我去恒盛。乔总，我去恒盛干嘛？哼，他们不是拿到资金要启动新的项目了吗？你去恒盛做我的股权代理人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这个新项目怎么开展。
乔总，我刚从恒盛离职，而且因为数字公寓计划，恒盛的那些股权人都对我有意见。我现在回去该怎么面对他们？这次我们联合陈氏打压恒盛失败，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机会，否则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。而你，是对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。 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，他们恨不得对你要赶尽杀绝，但同时，你也是他们的软肋。一个人只要有弱点，就不难打倒他。只要你出现，就是他们的危机，而恒盛的危机，就是我环球的生机。威廉，你要记住。 于公，你是环球的人；于私，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乔总，我尊重你的安排。 医生，请问怎么样？不要紧吧？姚小姐，你有哮喘病史吗？最近，瑶瑶，没事吧？千羽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好的。医生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问。 姚小姐，你的哮喘和别人的不同，你是心源性的哮喘。这种哮喘病人呢，一般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这点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刚刚呢给你做了个初步的检查，情况很不乐观。你最近有发病吗？我建议你立刻再进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医生。 我会听你的意见去医院做检查的，但是，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？你说。胡先生对我的病情并不是很了解，可不可以拜托您不要透露给他？这算是我的隐私，拜托你了。好吧，姚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。 我呢会在这家医院坐诊，希望你能过来找我啊！无论怎样，姚小姐，性命攸关，不能轻视啊！我明白，谢谢医生。好，那先这样啊。谢谢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千羽，打扰你了，还搅到你家里来。瑶瑶，你这样说，我真的很愧疚。你委屈自己嫁给乔丽，你为我所做的事情，我都会放在心里的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你心里也有一定的位置，是吗？手机响了。喂，哥。瑶瑶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千羽的公寓里，我很好，有他照顾我。我去接你。不用。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不行，我马上过来。
哥，我过2天会去找你的。我有点累了，我先休息了。瑶瑶，瑶瑶，君莫一定很担心吧？可是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的事情，理解，没事，你就放心的住我家吧，一切都由我照应。早点休息吧。我有点害怕，可不可以陪陪我？等我睡着了再休息啊。好的。喂，伟丽，伟丽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你现在就说吧。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因为我那天没有去机场。其实那天我会爽约，是因为我要去处理恒盛的危机，我要去新加坡。千羽，开门！你给我开门！开门！胡千羽，我待会再打。开门！胡千羽，瑶瑶呢？君莫，瑶瑶，君莫，你冷静一点。瑶瑶在休息，放手！我现在必须带她走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要出差，跟我走。我不要回去。君莫，瑶瑶今天不舒服，有什么事明天说吧。你少假惺惺了。是谁当初把瑶瑶丢下的？瑶瑶为了你，甘愿嫁给乔丽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今天婚礼现场，你把她带走。姚家千金在婚礼现场逃婚，传出去，我们姚家颜面何存？你想过吗？我知道瑶瑶一直对我很好，我也知道我该负起责任。我把她带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切。解决这一切？你要怎么解决？瑶瑶订婚2次反悔，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？难道你会娶她吗？既然你给不了这个承诺，
就不要在这里假情假意的说自己负责任。瑶瑶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君莫，你冷静一点吧。哥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自愿？你的自愿怎么这么廉价？你有没有想过呀？他到底爱不爱你？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自愿？我不在乎，我爱他，我愿意为他牺牲一切。你不要管我。瑶瑶，君莫，对不起。你最好不要辜负瑶瑶。如果你做了什么亏欠她的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魏林，你在听吗？关于刚才的话，你听我解释。魏林，魏林，维林，沐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白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很担心你。给你打电话你又没接，后来又关机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。你去找千羽了？我们能不谈这件事吗？我已经听说了，乔总让你去恒盛上班，怎么样？还应付得过来吗？没关系，虽然我还没想到怎么面对，但是总有解决的办法吧。不能拒绝吗？我是环球的员工，我能拒绝吗？好吧，总之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估计是最近太累了，没有时间休息。哎，我看你脸色好差，时间还早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不用了。哎，走吧，来。谢谢。魏林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我们开点药就好了，不用做什么检查。啊，没事，别担心了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会儿，我先去交费。瑶瑶。
哎呀，你的情况跟我预料的一样啊，很不乐观。你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左心室的负荷呢本来已经过大，再加上这几周呢，你情绪波动的十分频繁，心脏呢难以正常供血，心律失常，所以才引起了哮喘的频频发作。医生，你说的这些情况，之前的医生也说过，只是我当时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。哮喘呢，它只是个表象。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尽快的为你的心脏采取一个治疗的措施，啊，避免哮喘现象进一步恶化。看来啊，只有手术才是现在最有效的治疗措施。如果手术成功的话，你就可以痊愈。当然了，这个手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我希望你啊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这个风险的概率有多大？现在的医学已经非常的先进了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手术失败的可能只有5%，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，你还是认真的考虑考虑。啊，医生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5%的概率一旦发生，我会死吗？这个概率很小了，你不用特别担心的。那我要是不做这个手术呢？不做手术？你要不做这个手术的话，这个情况就变得很复杂了。随着你心脏的负荷越来越重，很有可能……怎么说呢？作为一名医生，我还是建议你接受手术治疗为好。陈医生，什么事儿？刚刚离开的那个病人瑶瑶叫我代为转告一下，说她暂时不想做那个心脏手术了。啊？他有说原因吗？没有啊。他不知道这个病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。他只是再三叫我感谢医生你对他的关怀和照顾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真是莫名其妙，这自己的生命太不珍惜了。他怎么能有病不治呢？你说？刚才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？肚子不舒服，去了一下洗手间。怎么了？总感觉你有心事的样子。刚才排队给你排了好久，怎么突然又不去检查了？没什么，现在好多了。不早了。送回去吧。好。以上就是公司在新加坡新项目的实施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董事长，胡总，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好，我个人全力支持。对，确实是个好项目，这是提升公司在业内影响力的一个好机会。邱总，您认为呢？既然大家都感觉不错，那我也没什么意见。只是董事长，今天这个乔总怎么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啊？
哎，是啊，乔总也是啊，这乔总怎么没有来啊？董事长，各位股东们，大家好。很抱歉来晚了。受乔总的委托，我将担任他的股权代理人，参与恒盛的董事会。乔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林威林刚从恒盛辞职，怎么又给他派回来了？这不是向我们大家伙示威吗？哎，林董，不要这么说话。你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，你可不能带私人感情啊。就是，很好，林小姐，非常欢迎你加入恒盛董事会。身为股东的代理人，首先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以后多为恒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谢谢董事长的指导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争取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。武林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胡总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请你别跟着我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武林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当天没有办法去机场，是因为我要去新加坡筹钱，碰到很多的困难。够了，那是你的私事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还有，你不要忘了，现在的我是环球的代理人。如果不是公事的话，麻烦让我离开。你在干嘛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你说呢？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已经结婚了？那你告诉我，机场那天你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？所以你要给我机会解释。喂，妈，武林，武林。喂，妈，我马上过来。老板，这次不是我要说你，在婚礼上把别的女人拉走，换做我也接受不了。瑶瑶原本是与我订婚的，但是为了我而舍弃婚约，要嫁给乔丽。我知道她是违背她原本的心意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2次悔婚会对名誉造成多大的伤害？所以我只能当众在乔丽的婚礼上把她给带走，让大家都知道。他的逃婚是我胡千羽造成的，也希望能降低对他的伤害，也是我对他的一点点补偿吧。老板，维林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他应该还在气头上，等过几天再跟他说吧。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，支持我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老板，
你真是一个绝世好男。如果我是女人，我绝对会爱上你。哎，老马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爱上你。哎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千羽，这次新加坡融资的事情，你做得真不错。妈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辛苦了，慢点。一方面你要顶着董事会的压力，一方面要操心瑶瑶，而且您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就要回到恒盛帮我打开局面。我却一个人到新加坡，没办法帮你分担那么多事，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。傻孩子，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天塌下来，还有妈妈在呢。再说，这不都是我们已经计划好的吗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怎么能够让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我身上，给你在新加坡有充裕的时间办这个事情呢？妈，感觉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恒盛那边怎么样？出车祸的事情，消息传过去了吗？妈，你才刚刚开完刀，不要操心公司的事了。千羽，赶紧的去一趟新加坡，找吉安集团。他们对我们数字家居市场的开拓非常有兴趣，他们也想涉足这个市场。平时他们也跟我表达过他们的意向，趁消息还没有走漏出去，你赶紧去跟他们联系，跟他们讨论融资的事情，他们一定会答应的。妈，我不可能这样走了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傻孩子，这个叫做声东击西，出奇制胜，就是要趁他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成功。现在我们出了车祸，你突然失踪，邱志信，他们那一帮反对派，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他们肯定会把你消失当成是一次良机，趁此机会找人来代替你。所以趁这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出来替你当一针。到时候，所有的问题、矛头都会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给你在新加坡多争取一些时间，不能让乔丽和邱志新他们发现，不然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阻力。妈，这边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扛，我不同意。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你会担心我。放心，我真的没事的。妈妈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事情算不了什么的。赶紧的去收拾收拾，立刻飞新加坡，千万不要让人发现。还有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林卫玲。上一次，数字公寓计划
就是因为他而泄了密。现在他又是环球的人，他本身又恨我。如果说这次的事情泄露出去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我知道你爱他，但是现在事关重大，如果为恒盛着想的话，你就千万不可以跟林卫岭有任何的联系。如果说这次我们的计划不成功，那么恒盛很有可能就会在我们母子手上丢失了。千羽，答应我，好吗？瑶瑶现在还在你那儿吗？千羽啊，瑶瑶真是个好孩子。她为了救你，宁愿嫁给乔丽。现在呢，你又把她从婚礼的现场给带走了，众目睽睽之下2次悔婚呐，对一个女孩子来讲是多大的打击呀！你日后要怎么安置人家呢？妈，男人大丈夫，有恩必报。瑶瑶为了我牺牲自己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胡千羽有生之年必定偿还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不打算跟瑶瑶结婚了？好吧，现在新加坡那边的项目还没有开展，你先去忙那边的事。瑶瑶的事呢，再缓一缓，以后再说吧。手！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小时候，你最爱让我带你来这里，没想到一晃，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昨天一样。我只记得，在这个公园里，第一个欺负我的人就是你。是你带了一群小朋友，很坏的抢走了我妈留给我的唯一玩具。
了，我再给你买个新的。不就是个娃娃吗？再给你买个新的，不要这样。我想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，我想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。这个我不要了，把毛绒娃娃卖给我妹妹吧。好的。魏林，小时候都是我欺负你，没想到长大之后，欺负你的人还是我。我有千千万万个对不起要跟你说。上次在机场，你等了我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出现。那实在是因为情况非常的危急，陈氏步步紧逼，邱志新他们那帮人也想利用这次机会把我从 CEO 的位置上拉下来。我妈也刚开完刀，让我去新加坡融资。魏林，上次的婚礼的确是很简单，对不起。不管是婚礼、婚纱、戒指，还是蛋糕，所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，所有她们可以拥有的，我一定都会加倍的补偿你。我再也不会让你再等待，我们开开心心过一辈子，好吗？18岁那年，我被送去美国读书。你说过会去机场找我。我等到飞机都要起飞，你还是没有出现。1个月前，我们刚刚登记了结婚。你说你会带我走，不会像5年前一样丢下我不管。可是结果呢？每当我下定决心，说无论如何都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发现，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总会出现一些事情，让这一切毁掉。难道真的有这么多迫不得已的事吗？对你来说，恒盛集团和你的 CEO 位置比我重要。我也想清楚了，在香港发生的一切，只是我一时冲动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魏林，我再也不会做伤害你的事。魏林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这样的。你要相信我，魏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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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慧玲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慧玲，你怀孕了，你要当妈妈了。慧玲，你听到了？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你干什么？慧玲，你要干嘛？慧玲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回家，你放开我！医生说你还很虚弱，还需要调养，不能随便乱跑。我的事和你没有关系，你放开我，让我回家！慧玲，慧玲，放开我，吴千羽！我送你回去，送你回家，我送你回家。慧玲，你没事了。停车！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你停车。慧玲，慧玲，不要这样子。慧玲，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让你难以接受，也让我们彼此身心疲惫，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信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之间的爱都是真的，连上天都为我们作证，赐给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慧玲，我从小就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的，我知道对于一个孩子，没有父亲的感觉意味着什么。我经历过这些苦难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经历这一切。你答应我好吗，慧玲？不会有人比我更懂失去父亲的痛苦。可是，瑶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如果我就这样跟你在一起，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你让我想一想怎么办吧。我们俩结婚的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你现在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让我送你回家。事情，到时候我们再聊，好不好？嗯。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，有个愿望，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只记得那句不要担心，还有我，所以愿意不去寻觅另一个代替。承受的昨天，原谅。我想不到我们彼此选择默默守护，也许是懂。说出口的那些在意，下定决心选择你，就是肯定自己。
原谅不是妥协，原谅是为纪念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。原谅，我只好，也许我只想。原谅所有误解，沉默也不是陌生。我只想原谅你的误解，多想像从前，未改变是我要的情节。原谅不是妥协，爱的一种呈现，是将无悔划过的昨天。原谅，董事长，为了对抗我们在新加坡和吉安集团的战略合作，环球和陈氏加快了对数字公寓的开发，对我们在香港古洞那块地的开发造成了很大影响。千羽赔偿的1个亿早已进到陈氏账户里面了，为什么张怀年还要揪着这件事不放呢？林律师，你现在立刻联系他，我要问问他究竟是为什么。是，董事长。上次的赔款只是代表陈氏答应撤销对恒盛的提告，专利权仍在我们手上，这一点你不会忘了吧？陈氏是拥有合法专利注册有效文件的，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发展数字公益计划。张怀年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哼，你也不要太生气嘛，啊！我知道千羽费了很大的心思在这个案子上，尤其是古洞这块地，本身位置就很偏远。如果离了数字公寓，这个地块就等于是废了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只要你向我道歉，让儿子认祖归宗，重新跟我姓张，数字公寓完璧归赵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张总，刚刚陈医生又打电话来了。他说，您的检验结果出来了，癌细胞已经开始转移。张总，您为什么不把您的病告诉胡董事长呢？这样，他理解了您的苦衷，或许会让胡总和您相认呢。我和胡鑫吵吵闹闹了大半辈子，已经不知道怎么好好的相处了。就是想告诉他，也无从开口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确实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与其告诉他让他难过，不如就像现在这样，让他恨着我。这样，就算我死了，他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太难过了。
有机会合作。这样就是啊。哎，听说啊，你们环球集团和陈氏集团准备联合开发的数字公寓这个项目，因为有科技绿色的新概念，还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大力支持。那是，这个项目刚一启动就这么受关注，还真是要恭喜乔总、张总，恭喜啊！还有陈总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全靠陈氏的数字公寓技术，才有这么好的项目。来，干杯！来。是啊，乔总太客气了。如果没有环球的支持，我们陈氏也无力独自开发这么大的项目。环球和陈氏这个数字公寓一旦启动，我看对这个恒盛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啊，那个听说啊，因为这个专利权的关系，新加坡的吉安集团对恒盛啊，将来可能不会再继续投资了。哎啊，这刚刚说到他，人就到了，那不是恒盛集团的胡总吗？是他。乔总，我们先过去打个招呼啊。我们先过去看看。胡总，好久不见呐！胡总，你们这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今天都到场了。来吧。好久不见。好啊，好久不见。胡总，这么巧啊！没想到2天不见，乔总就恢复以往的风采了。环球和陈氏要开发数字公寓，我又怎么能不打起精神来呢？倒是胡总，你这边听说新加坡方面的投资暂缓，需要我帮什么忙，尽管说。乔总也是恒盛的董事，现在恒盛碰到一些困难，相信乔总一定是跟我们站在同一条船上，这些问题应该很顺利就会解决。那当然，恒盛缺少资金，拍下来的那块地又不能白白浪费，不如和环球和陈氏联手开发吧。这可是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双赢的好项目。我想张总也一定愿意帮你自己儿子一把，是吧？对胡总来说恐怕不方便吧。虽说是一家人，但是胡董事长对张总，我觉得这件事情……好啊，情，谢谢乔总的提议。恒盛很愿意和环球集团还有陈氏集团一起开发数字公寓项目。恒盛出地皮，环球出资金，陈氏出技术，3家一起合作，既能赚钱，又能为社会出点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既然大家今天都聚在这里，不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公布我们联手合作的好消息吧。各位，请大家尽情期待恒盛、环球，还有陈氏集团的数字公寓项目。我们干杯吧！张总，难道你对这个提议不感兴趣吗？我说胡总，要不要喝得这么醉啊？大家都是客气来社交，就你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。这里太闷了。太沉重。千羽，等一下，告诉我，为什么跟乔丽合作？你明明知道，乔丽和陈鼎立都没安好心，将来会有许多圈套在等着你和恒盛，你知道吗？张总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但这是我和恒盛自己的事。我走了。哎，千羽，你不能走，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。千羽，你听我讲，不要碰我儿子！张怀年，这些年来，你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伤害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呢？护犊不食子，你是不是人呐？胡希，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吵架，我只是不希望儿子再铸成更大的错误。儿子，
有你这样的父亲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走吧。你要去哪里？去哪儿？董事长，张总，胡总真的已经喝醉了，你们两位能不能改天再说？对不起，不能。千羽，你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你知道将来会有多少磨难在等着你吗？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的。千羽，你跟环球、陈氏合作，是想要认贼作父，还是想跟林威林纠缠不清呢？认贼为父？不行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最清楚。你说清楚了，你为什么会解释这样？你为什么为了一件小事破我陈这个传说没有啊？这不是正合你们的意吗？啊！一直都喜欢他，跟天斗，跟地斗，跟自己老婆孩子斗。这一次，我这个做儿子的跟你斗到底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你们明争暗斗这么多年都没有分出胜负，现在我给你们机会成全你们，用什么方法都可以，我奉陪到底。你们上一辈子的恩怨，要纠缠到什么时候，才能让我们下一代走出来？千羽，董事长，张总，胡总真的已经喝醉了，我先带他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让千羽受了这么多的苦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我更不会放过你。开车。为了读，这么晚了都不肯回家吗？到了，到了！瑶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怎么喝了这么多啊？刚刚有一个红酒会，千羽喝多了。哎，小心点！哎，小心！每次喝那么多干嘛？真是的。不要这样。哎，瑶瑶，你住千羽家这么久，姚家那边应该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离开家这么久，姚总一定很担心。而且，胡总睡觉还会打呼噜，我跟他睡觉根本没办法接受。而且，睡觉又是女人最好的美容方法，你可不能这样摧残自己啊！哎，要不过2天我送你回家好了。谢谢。哎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在哪儿睡哦？
所有人都不希望我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我真的没有资格爱你？为什么？你的心里只有一个林威凌，难道我一点点位置都没有吗？对不起，我今天真的喝多了。我别说，早点休息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听我说，瑶瑶，你听我说，我喝多了。没事，我累了，晚安。早。早。你做的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？看起来挺不错的。那多吃一点吧。瑶瑶，昨天晚上我……千羽，等一下吃完早餐，我想回家了。最近给家里添了那么多麻烦，我应该早一点跟他们道歉。你送我回去好吗？我送你回去。
到了。如果我爸看到了我，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你一会儿上去，我陪你。不用了，我只要跟我爸爸撒撒娇，他就拿我没办法。反正他本来也不想让我嫁给乔丽，没准会反过来夸我几句。没关系的，走吧。到了，谢谢。瑶瑶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最好的朋友。今天终于体会到受宠若惊的感觉了，竟然让老板亲自开车接我上班。哇，这么好运，回去一定多买2注彩票。如果中了500万，就真的可以脱离苦海喽！哎呦，对我想要辞职的豪言壮语都没有反应，看来胡总的心不在公事上。皇上不是为了政事烦恼，那必然是为后宫挂心。不知道这一次林维玲娘娘又要玩什么新花样啊？维玲，怀孕了。怀孕？好事啊，怀孕是好事。但是她没有原谅我，甚至不让我靠近。哎，女人有了孩子之后都会心软，谁不想要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呢？维玲不一样，她是一旦认定事情之后，就不会动摇的人。更何况，这个幸福的家，要解开的结实在太多了。啊，那就只能用最后一招了。你向他坦诚，你就是长腿叔叔 David Young。我认为不妥。我用 David Young 的身份，大量的收购了恒盛的股份，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把恒盛完整的还给维林。我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就前功尽弃。唉，那就只能祈求老天保佑。希望他老人家抽空帮帮忙，能让林维玲回心转意，重新接受你。
所有人都不希望我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我真的没有资格爱你？哮喘啊，它只是个表象，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尽快的为你的心脏采取一个治疗的措施，避免情况进一步的恶化。看来啊，只有手术才是现在最有效的治疗措施。如果手术成功的话，你就可以痊愈。当然了，这个手术嘛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我希望你啊，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威利，瑶瑶，我们能不能见一面？你找我有事吗？难道我必须有事才能见你吗？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我今天找你，确实有事。瑶瑶，你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啊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的病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听医生的建议去做手术呢？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健康？瑶瑶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失去你。威利。我等你。没想到你还和小时候一样，喜欢看新娘杂志。很多人都有着宏大的梦想，而我的梦想从小到大就只有那一个，就是
嫁给一个我深爱的王子，变成一个美丽的新娘。Wedding book， 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这个了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做简报的事吗？当然记得了。你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白马王子，所以只要看到关于婚礼的东西，你就会剪下来收藏。你这本里面啊，有一半都是我的功劳。我一共准备过2次婚礼，第一次是我悔婚，第2次是在婚礼现场逃跑。没有一次是我真正的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新娘，嫁给我深爱的王子。威利，你问我为什么不肯去做手术？我不是怕死，我是不愿意在我没有完成心愿的时候就这样离去。瑶瑶，你手术的风险我已经查过了，并没有很高。有风险就代表着有危机。我所有的运气都在我投胎的时候就用完了，我怕我没有资本，我不愿意去赌，我也不敢去赌。那你身体怎么办？命没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胆小，但我不懦弱。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美人鱼的故事吗？就像美人鱼用自己全部的爱去爱王子，这就是我的爱情。我愿意脚踩在刀尖上，站在他身边，也愿意化作泡沫，让他永远记着我。瑶瑶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了他，你值吗？你最了解我的，我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的。要么让他爱上我，要么让他忘不了我。我最了解你，你也最清楚我。你不会轻易改变，我更不会轻易放弃。我不会让你这样牺牲掉自己的。威林，好了，你不是带公鸡来了吗？我们就像小的时候，再做一次简报，好不好？好。
你不要再对我视而不见了，你不要再躲避我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再次接受我？如果你认为我不能破除一切阻碍，和你在一起；如果你认为我把恒盛看得比你还重要，那我可以把我恒盛所有的股份都让给你。我们放下这一切，离开这里。魏林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好吗？好吗？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，有个愿望，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只记得那句不要担心，还有我，所以愿意不去寻觅另一个代替。原谅，原谅你的不解，原谅像从前未改变，是我临终坚决。原谅，原谅不是妥协，原谅是为纪念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。胡仙玉，你干嘛？胡仙玉，你干嘛？你放手！胡仙玉，你放手！你这样做改变不了这一切的。我可以改变这一切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既然老天爷赐给了我们孩子，就是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去挽回这一切。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自己，我们选择去相信这一切，抛开所有，去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家。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一定要再次相信我，哪怕这是最后一次。我会辞去恒盛总裁一职，跟着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会陪着你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过着宁静美满的生活。就像平凡的夫妇一样，有争吵，有快乐。我们一起看着孩子慢慢长大，一起慢慢变老，好吗？威灵，你要记住，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，
不是吗？我愿意脚踩在刀尖上，站在他身边，也可以化作泡沫，让他永远记着我。千羽对我来说，你别乱来，也是最重要的人。你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我嫁给乔丽，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拯救千羽。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有用的、没用的，聪明的、笨的，一切我都会试一试。陈医生，什么事儿？刚刚离开的那个病人瑶瑶叫我代为转告一下，说她暂时不想做那个心脏手术了。啊？他有说原因吗？他不知道这个病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是自己的生命太不珍惜了。他怎么能有病不治呢？你说？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文丽，我舍不得你走。有些事情一旦错过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5年前，我在机场苦苦等你，结果呢？我们错过了最美好的开始。5年后，我在香港机场放弃一切，苦苦期盼着你。结果，我们错过了挽回的机会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机场，可是等待我们的还是痛苦的结局。有些事情由不得你，我不会站在原地一次又一次的等你伤害我。我的心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不相信，你只是在骗我。我知道你不会放手的。今天晚上来我公寓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欣姐，你今天看起来心事很重啊，是因为千羽的事吗？千羽答应和乔丽、张怀年合作的事情是有些冲动，不过董事会有乔丽的势力，没想到这件事竟然顺利通过了。陈氏呢，他就揪着数字公寓不放，而乔丽，她又是我们恒盛的第2大股东。现在乔丽跟张怀年要联手，是我们母子无法控制的事。但现在最严重的是，
连你、奕琛都受到影响了。哼，不光是我在恒盛的股份，恐怕就连我辛苦创建的姚氏，都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请你来，就是想问一下，当初我们俩讲的胡姚两家联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绑在一起了，对恒盛，对您姚氏，都是百利无一害的。我当然愿意两家联姻了。人人都知道，我早就把千羽当成是我们姚家的女婿。就连姚氏的未来，我也只放心托付给千羽一个人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想谈谈我的条件。当然，什么条件？说来听听。瑶瑶和千羽的第一个儿子必须姓姚。这样的话，那婚姻不就变成交易了吗？欣姐，你知道的，比起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瑶瑶就是我的命根子。将来，瑶瑶和千羽的儿子，既是恒盛的继承人，也是姚氏的继承人。只有这样，两家才能彻底成为一家人，永保不变。毕竟，这是我们两家的最后一步棋，我们要万分慎重才可以。你说呢，欣姐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瑶瑶以后嫁进我们胡家，我一定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疼她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欣姐。有您这句话压在我心头这块石头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谢谢。瑶瑶，现在比较像你原来的样子。刚刚在游泳池，我差点游不过你。接下来应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哎，有没有想过来一场潇洒的旅行啊？在旅行中比较容易发生奇遇，说不定可以遇到你的真命天子。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为了跟爸和好，我花费了多少心思啊？说甜言蜜语，说得我嘴巴都快破了，连撒娇的杀手锏都差点失效。所以，我现在应该更多的留在家里陪爸爸和奶奶。倒是你，打算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在外面潇洒自由，为什么要回家找不自在啊？哥，你从小到大10几年都生活在外面，难道你还没有待够吗？又说这些违心的话。那我先走了。哥，都到家门口了，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？姚总，您慢点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为了让我散心啊，我哥拿出1整天的时间都在陪我。我准备让厨房做一些好吃的。自己惹这么大的祸，还好意思出去散心呐？好嘛，就算不说我，奶奶这几天因为想哥哥都不精神了。我听说啊，邻居们都在窃窃私语，说你不用心照顾长辈。胡说八道，没大没小啊！你说我这么尽孝道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闺女啊？爸，我就当你同意啦。
我刚刚说服爸，你又不配合了。我不用你求他让我回家。你们俩还真是亲父子啊，一个比一个倔强。爸爸刚才的样子就表示自己已经同意让你回家了。别再闹脾气了，走吧。爸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。哥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。奶奶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。奶奶多吃一点，营养师跟你说过的，不能挑食啊。君莫吃，君莫吃，啊。既然一家人都在，我正好有个消息要公布。今天我和胡心阿姨见面，她又重提了瑶瑶和千羽的婚事，我已经表示同意了。到现在你还这么糊涂，相信胡千羽这个小子，瑶瑶为了救他，不惜跟乔丽结婚，他有什么资格娶瑶瑶呢？这都是瑶瑶自己惹的祸，最后还不是千羽想尽办法来救她。我以为你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，多多少少会有些悔改，没想到你还和原来一样。这件事情没想清楚之前，你没必要回来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！君莫，君莫，君莫！爸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闹成这样呢？奶奶，奶奶，没事吧？没事的，咱们回房休息好不好？维丽，你找我呀？马上来我家一趟。知道了。上车吧，我送你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有一个决定，我想告诉你。我准备拒绝参加所有环球关于数字公寓项目的工作。其实当初也是为了帮助你，守护在你身边，所以才会答应你离开恒盛，入职环球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。老实说，数字公寓项目本来就是属于恒盛的，我不可能帮助乔丽去打击千羽啊。我答应你。其实你做这样的决定，我并不觉得奇怪，因为这样的你，不正是我心中那个正直、善良的人吗？我信任你，也理解你。谢谢你，维玲。可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，我还是想提醒你，这次环球和陈氏这么做，实在是太不公平，太不道义了。千羽一定会背负很大的压力和打击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，可是最起码我们应该尽朋友的道义吧。我们本来就不是朋友。天注定，我们只能互相对立，就看最后是谁能赢过对方吧。
怎么会主动找我？终于发现离不开我，想我了。魏林，你怎么了？平时我跟你开玩笑，你都会制止的，怎么你今天这么平静啊？我的心早就已经不一样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既然现在你已经明白了魏林的心是属于我的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他。放心吧，我很大方的，我给你时间抚平你的伤痛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不要再靠近魏林。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打算？但你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，来伤害我们。难道你真的觉得结婚是可以改变的游戏吗？我早就说过，在香港登记结婚，只是我一时冲动。现在的我们，早已经没有那一份不顾一切的感情了。在香港的登记，我早就在民政局公证了。你
永远都是我的妻子。至于你到底是冲动，还是真情，难道那么久，你都还没有想明白吗？不要太难受了。唉，期盼了这么久的一个 case。 没想到感觉这么糟糕。虽然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很明显我被你利用了。今天我可以替你演这场戏，但这个人情。 日后，你必须还给我。早就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的我，早已经没有那一份不顾一切的感情了。你也看到了，魏灵的心是属于我的。从此以后，不要再靠近魏灵。 奶奶，雨辰，今天我来呢，就是特地呀，想要和你们商量一下千羽和瑶瑶的婚事。如果说我们两家都同意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商量一下该怎么办这个婚事。哦，不过我们现在都做不了主了，还是要问问瑶瑶自己的意思，是吧？那当然。瑶瑶，等你进了我们胡家，我真的会像对待女儿一样那么疼你。 不说话，那就是答应喽。
我的孙女要嫁人了，我的孙女要嫁人了。胡董事长，我们姚家不同意瑶瑶跟胡千羽结婚。谁批准你回来的？姚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爸，难道你真的为了生意，为了钱，就可以牺牲瑶瑶的幸福吗？人人都知道瑶瑶喜欢千羽，他们两个人结婚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为什么总是出来反对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瑶瑶，你听哥的，不要嫁给胡千羽。你明明知道嫁给他是不会幸福的。哥，我明白你说的话，我也知道你是对我好，可是你是最了解我的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愿望。你会成全我的，对吧？你还不给我滚出去！胡董事长，就算你跟我爸一心想促成，你有问过胡千羽吗？你认为他会同意吗？结婚这么大一件事，他人都没有出现，难道胡董事长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儿子？胡千羽会同意吗？我不同意这个婚事。千羽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妈，这是我们的婚事，当然由我来做主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姚伯伯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希望我是你未来的女婿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跟瑶瑶结婚，让您失望了。瑶瑶，我们把话说清。不要说。瑶瑶，瑶瑶，你不可以一直躲避，每一次说你都要躲开，这次我们一定要。不要这样！够了，不要再说，已经都知道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给我离开！不知道。不要离开，我爱的人是林维林。一直都没有变过，对不起。竟敢伤害瑶瑶！姚金墨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住手！快给我住手！不要动手啊！姚金墨，哥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，哥，别打了！放手，放手！瑶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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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瑶瑶。妈妈这一生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，而你的爸爸妈妈天生就充满恩怨。我不想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才经历这痛苦的一切。
君莫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昨天胡鑫带着胡千羽到我家，向瑶瑶提亲，结果胡千羽当场拒绝。瑶瑶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哮喘病发作，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她的情况很不乐观，建议我们尽快做手术。但是瑶瑶，她说什么也不肯同意，全家人现在都很担心她。我会和瑶瑶去谈谈的。你放心，她应该很快就会同意手术的。魏林，你是不是还爱着胡千羽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昨天他在大家面前公开宣布，说他内心始终最爱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你，林魏林。我想问你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是过去式，以后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。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了。胡千羽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在他的心中只有恒盛。你跟瑶瑶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，你们俩在我心中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希望你们被胡千羽苦苦的折磨。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怜悯和期望，因为他对你所做的一切，很快我会让他加倍奉还。水吧。来，您来了。好。啊，胡董事长来了。瑶瑶，心意。哎，别起来，当家。你先回去吧。我先走了。好点了吗？心怡，你放心吧，医生说我就是这2天太累了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爸爸告诉我说，你不想做手术。其实你不说，我都知道是为什么。你对千羽的感情我都知道，你对千羽付出的一切我都看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辜负你的。心怡，千羽有他的苦衷，你别为难他。不要担心，我心里有数的。至于千羽和林威玲他们的事情，我就不想多说了。瑶瑶，你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，我也相信你不会把他们的过去事放在心里头。等你跟千羽的婚礼都办好了，你就安心的做手术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我明白，放心吧，心怡。不要再哭了啊！
相信我。 胡总，您不能进去，董事长现在不方便见您。胡总，胡总，你让我进去，我要见董事长。让他进来。妈，你为什么发布这样的消息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自始至终爱的就是林维林一个人。我不会接受这个婚事的。 这个事情由不得你做决定。瑶瑶为你做了多少事情，为你付出了多少，你心里最明白。现在她身体出了状况，你要辜负人家，你还算是个有良心的男人吗你？这件事情呢，就这么定了。多抽些时间去陪瑶瑶。 他现在身体不好，把所有的心思通通放在一边，好好的准备你跟瑶瑶的婚礼吧。文丽，我不想见你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。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我看了你的行程记录，我知道你今天会来恒盛开会。你想干嘛？我和瑶瑶的婚事已经定了，但我现在要带你去找他们，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也告诉他们你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。 谁也不能拆散我们。你还不死心吗？我已经把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，孩子和你没有关系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不要再纠缠我了。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我承认，我之前是对你动过情，但是这份感情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不要太把自己美化了。感情没了就是没了，需要那么多解释吗？你对我来说， 只是接近恒盛的一个工具罢了，我们只是利益关系。不要再来打搅我的生活，不要让我们彼此都变得很难看。要不然，我们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。 这周末，我会让我的律师和你签订离婚协议书。就当是我送给你和瑶瑶的新婚礼物吧。董事长，林小姐来了。
董事长，您找我什么事？恒盛、陈氏、环球要联合开发古洞那块地皮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但我不建议和陈氏合作。为什么？陈氏的数码产品开发能力并没有很强，而且他们的数字公寓也只是徒有其表，除了拥有知识产权之外，没有任何优势。如果我们和他合作的话，不仅要提供古洞的那块地皮，还要提供整个完整而强大的一个团队。实际上，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恒盛来完成，这对于公司来说压力很大。说得很好，但此时此刻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来推进数字公寓这个计划呢？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，是谁把恒盛推到现在这个被动的位置。如果说恒盛现在要推进数字公寓这个计划，就必须要跟陈氏合作。我知道，有些人就是想要看到公司走上绝路，看到恒盛出丑，但是我要告诉那些人，不可能。恒盛一定会参加这个项目，而且恒盛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被击垮。董事长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具体怎么执行，还是要看董事会的决定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我相信千羽跟瑶瑶结婚的事情，你都已经知道了吧？等到瑶瑶跟千羽结完婚以后呢，我们狐瑶两家就联盟了。到时候，无论是张怀年也好，乔丽也罢，就再也使不出任何的阴谋诡计了。哦，当然。这其中也包括你。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把你赶出国的吗？我错了，我知道不该跟哥哥谈恋爱的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明明他是你哥，你为什么要勾引他？我不要！你快走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走啊，快走！走！如果说你再有什么坏的心思，我依然可以把你赶上不归路，你自己可要想清楚。谢谢董事长的忠告，我会记得的。我先走了。别急着走。这个是千羽和瑶瑶的婚礼喜帖。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大驾光临。送客。
服务员，哎，来了。3罐酒给我。先生，你还好吧？醉了吧？要不要叫朋友过来接你啊？朋友？我没有朋友，我最爱的人也不见了。我只要喝醉了，我就一定可以忘掉他。够酒，别回去了。哎，拿酒来。服务员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幸亏我提前在手机装了定位软件。哎，怎么又喝成这样？哎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没醉。你真的已经很醉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我说了我没醉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你要怎么证明？老板，我错了，你没醉，你真的没醉。哎，老板，我错了。拜托。